竟然是一个很热闹的街道，两边亭台楼阁挂满了灯笼，街道两边还有着无数的小摊子。仔细一看，饶是温竹清胆儿大，都差点被吓尿了。这里头竟然没有一个活人，有的提着脑袋满街走的啊，有的一双眼珠子各自转动的，都要从眼眶里面蹦出来了，甚至还有骷髅人，咔嚓咔嚓的。温竹清都怕他散架了。骷髅人停在温竹清的身边，吸了吸鼻子，活人的味道。温竹清赶紧拍了一张聚阴符在自个儿身上，骷髅人这才疑惑地走开了。活人出现在这里，那可是无上的美味啊！有的鬼修最喜欢生魂了。民鬼老头有一些失望，这丫头竟然有这样的手段，小瞧她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鬼街也可以说是地府和三界唯一的一次交易，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很多平常难得一见的宝贝呢。地藏王菩萨也会在这儿超度亡魂，子时的时候结界会消失，那些游魂野鬼也能进来，能不能被超度要看运气的。哦，需要用什么交易？银子吗？你觉得呢？世俗的东西在这儿没人要的，金子也不行，以物易物或者是灵石。当然，灵石是最稀罕的，你都不一定有。看看过过眼瘾吧。温竹清被鄙视了，再一次觉得自己好穷啊。逛逛也好，长长见识。温竹清很快高兴了，女人嘛就没有不爱逛街的，兴致勃勃地逛起来，都不管民鬼老头了。张老魔也飘出来吱哇乱叫。你竟然进到鬼街来了，这运气太逆天了，老夫活着的时候都没进来过呢。那是你人品不行，嫉妒吧。温竹清被稀奇古怪的东西给吸引，大多数都是冥界特有的药材以及一些产物，甚至还有黄泉水，这玩意儿都能买。温竹清想不通，什么人会买啊？拿来自杀用的呀？张老魔突然就盯着一块黑白两色分明的石头，竟然是阴阳石，好东西啊！可惜老夫没有足够的宝物来换。温丫头，你买下来吧，这东西有大用的，能遮盖生人气息，在冥界畅通无阻啊！我又不去冥界，要这玩意儿干啥？薛白娘子下地府救许仙的吗？我也不欠着他萧青岩的恩情啊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啊。如果萧青岩真的有死了的那一天，温竹清会帮他找一个好的风水宝地，帮他照顾好孩子，也不枉他们俩夫妻一场。虽然只是名分上的夫妻，张老魔突然就挺同情萧青岩的。你这么说就伤人心了，人可是为你豁出命去，挡了武清渊致命一击啊！这个人情你得承认吧？那我还帮他治好了腿，恢复武功了呢。你是男人就向着男人说话。张老魔无语。行，我说不过你，你有理，你高兴就好。算起来，萧青岩也是外人，咱爷俩才是亲的。呵呵，温竹清给了他一个白眼，你高兴就行，亲不亲的不知道，该利用的时候谁都不会手软。现在他跟张老魔的关系也说不准算什么，朋友吧也不算，亲人呢那更是扯淡，互相利用吧。这破石头怎么卖？张老魔说好的东西，温竹清还是要弄到手的，留着呗，万一以后有用呢。你识不识货呀？这是破石头吗？这个是阴阳石，地府都难得一见的宝贝。你有什么东西能换呢？我看看。你是地府的官差吗？你闹呢？地府官差能做这个啊？人家不要面子。散修啊？是散鬼，老子像是人吗？你才是人，你全家都是人。温竹清都给整不会了，在这种地方，人才是被排斥的，人大家都是鬼，你说人家是人，那就跟骂人是畜生一样。行，散鬼，你看看这个能换吗？温竹清取出了一张天雷符。你想杀鬼啊？这玩意儿吓死个人了，快收起来！只是天雷符的气息就已经让鬼魂体不稳了，
看他的眼神满是敬畏。那你要什么？我会画符。哦，原来你是符修啊！就早说嘛。聚阴符有吗？10张聚阴符，咱就画了。这个好办，稍等片刻。他找了一个角落，取出了朱砂符纸，现场画了10张，不过1刻钟就搞定了，来跟摊主交易。只是没想到，摊主面前多了几个人，这是要截胡吗？都说了有人定下来了，不卖了，你们听不懂吗？这不是没有交易的吗？我们拿出来的东西也都很珍贵啊，为什么不换？对方拿出来的乃是一株养魂草，也很少见，乃是长在极阴之地，算得上珍贵了。摊主也想换呢，可是想着温竹清的天雷符，可不敢食言。温竹清刚好回来，看着几个年轻人有一些面熟，戴着面具遮掩气息，只是身形与衣服让温竹清看出了门道来。这不老熟人吗？还都是有过节的。青云门的秦无慧，天鹰派的秦冉，大师宫的季兴风，七秀门的纳兰家等等，都是宗门的后起之秀，来鬼街长长见识的。哎呦，大师回来了，符纸有了吗？好了，递给他聚阴符还是上品符纸，让摊主很是满意。慢着，这位道友，谁跟你是道友啊？你自己想死，别拉我下水啊！姑娘别生气，是我们唐突了。这块阴阳石可否割爱？我们有用的。你们有用就得让给你啊！脸咋这么大？这可不是你们家，摆什么谱啊？温竹清收起了石头，气得几个人真想打他一顿。哇，想打架呀？来啊，动手啊！看看你们身上的宝贝够不够赔的？信不信我立马躺下来？鬼街可不允许私自械斗，有地府的人维持秩序，他们本来就是偷偷摸摸进来的，地府睁只眼闭只眼，可要是闹出事儿来，那就不好收场了。几个人都是一脸的愕然，竟然是无言以对。温竹清嚣张转身，留给他们一个狂傲的背影。我看他怎么有点眼熟啊？我只觉得讨厌，闻着他的味道都心烦气躁，想揍人。算了吧，别惹事了。可是阴阳石是师尊想要的，我要是能弄回去，师尊肯定高兴。哼，这人真是讨厌。有些人呢，那就是天生的气场不合，哪怕看不清脸，再次遇到还是会肝火旺盛。不过呢，他们不高兴，温竹清就高兴了，悠悠哉哉的继续逛着。他发现啊，符纸在这儿好像是硬通货。时间还早呢，干脆就找到了鬼差，弄了一个摊位，把自己的一些符纸给摆了上去，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的人。因为以物易物，温竹清看上了就换，那真的是收东西收到手软。他的摊位一下子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，惊动了鬼差。看到养魂符、打神符，鬼差都吓了一跳。哟，快去禀告判官大人！这是哪来的高人啊？赶紧撤，惊动了冥界高层了。啊，冥界高层都这么闲的吗？温竹清收了摊子就跑，客人们还想要呢，拦着不让他走。没了，真的没了呀！都让让，明年我再来啊。明年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多准备一些，我预定10张打神符。好的，一定来。秦冉和秦无慧这俩坏种早就围在外面了，看他换了那么多的好东西，眼珠子都红了。现在突然想走，那肯定是有问题啊！别走啊！我看你还剩下不少符纸呢，我们想要，再商量商量。好狗不挡路，我白送人都不会给你们的。嘿，做人别这么嚣张啊！这鬼街也就几个时辰，你能躲到哪儿去？判官来了。温竹清脸色一冷，突然抬手，冲着秦冉就撒出了一把聚阴符。白送了，白送了！谁抢到就是谁的，快来抢啊！那真的就跟天上下钱似的，满街的鬼魂都扑上了几个人，争抢着聚阴符。判官也被拦住了道路，维护好了秩序，那温竹清都已经不见了。跑得还挺快呢。继续查，打神符这种东西要是大量流出去，
对咱们地府可是不利呀。打神符专门克制鬼魂，一般的鬼差都能拍死，判官很是重视。温竹清不知道他拿出来的符纸影响力到底有多大，鬼鬼祟祟地躲起来，眼珠子一转，用了一张易容符把自己给易容成了迷鬼老头的样子。张老魔瞪大了眼睛，突然觉得她才是魔女呢，这儿去了魔界肯定吃得开啊。我怎么没有早点想到呢？这要是顶着那老头的身份，什么事不敢做，反正有人背锅。我还是太善良了，都没想到找人背锅。正在买东西的迷鬼老头打了一个喷嚏。谁想我了？温竹清哼着个曲儿就继续逛，除了小摊子，还有不少的店铺呢。温竹清好奇这些店铺都卖什么，走进了最大最华丽的一家。这铺子显得十分的空旷，都没什么人。客人想典当什么？竟然是典当行。你们都收什么？金银珠宝吗？咱这不是世俗界，不需要那些东西，可以典当的东西也很多呀。寿命、功德、灵魂，一个人可以典当的东西有很多的。温竹清明白了，这大概就是跟第8号当铺一样的存在，真是有意思。我可以典当我身体上的东西吗？可以。你想典当什么？又想得到什么？我会帮你评估，尽量让你满足。阑尾呢？万一我阑尾炎发作不能做手术，不如典当给你吧。要不臼齿也行，臼齿发炎很疼呢，最近有点上火，脸上出痘痘，这玩意儿你们要吗？我们这儿是3界当铺，不是垃圾回收站。您来这儿找乐子呢？没有，开个玩笑嘛。那个，可不可以打听消息啊？问吧。我小儿子的命格被人偷走了，我能问一问对方的生辰八字吗？帮我儿子要回命格，这事儿你们能做吗？不行，你小儿子命格贵重，你也知道，不管是地府还是修真界，都不跟皇室打交道。姑娘，门在那儿呢，您可以离开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温家村的阴魂们能超度吗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把你卖了都不够，地藏王菩萨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你来跑这儿问，耍着老子玩呢？温竹清这一次被吹出来了，一个屁股墩儿就摔在了地上。真是没素质，没礼貌，哪有撵客户的？一只大手伸出来，修长白皙，犹如白玉一般的手指，手掌宽大，只看一只手就可以想象到主人是何等的风华绝代。温竹清对帅哥没什么免疫力，伸出手就放到了大手的掌心里。多谢啊！一抬头看到大手的主人，瞬间就呆滞了。怎么是你啊？竟然是鹰指哥鹰前辈。前辈，好久不见啊，能在这儿遇到您可太好了。鹰指哥平静淡漠的眼神略带一丝嫌弃，别开了眼。你可以松开我的手了。不好意思，没注意。你可以去掉易容术，这脸我看着倒胃口。不行啊，我还没有逛完，万一惹了麻烦，还指望这张脸背锅呢。殷前辈，你来鬼街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逛着玩。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前辈能不能帮忙？不能，既然是不情之请，还是不要说的好。温姑娘，人的缘分天定，别总指望着他人帮你，要自强不息，努力奋斗，突破自己，才是正道。温竹清撇嘴，没看出来这位也喜欢说教，果然这年纪大的都好这一口。殷前辈说的对，不过我觉得我和前辈有缘呐，
咱们都能在这儿遇到，老天都帮着我。前辈要是不帮我，这不是违背天意吗？歪理，你夫君来了。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温竹清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还真的是萧青岩与吴玉秀、陈青山在一起，他们仨也戴着面具，这种遮掩气息的法宝在宗门里很是寻常。他们来做什么？不是添乱吗？温竹清有些担心，刚要上前，就看到吴玉秀和纳兰家他们会合了。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比自己更加的安全，也就不去打扰他们了。前辈啊，这些铺子是做什么的？刚才那个当铺好没礼貌，竟然撵客人，不会倒闭的吗？不会啊，只有客人求着来典当的，店铺不缺生意。哼，什么都做不到，这种当铺虚有其表。温竹清想着自己典当的东西他们不收，问消息也问不着，就很是不爽。殷芷哥掐了一个手势，像是在听什么人说话，一会儿欲言又止。你那不是典当东西，是刁难人了。啊，您知道了，反正是他们本事不够，变废为宝才是真本事啊。闭嘴吧。好嘞。经过一家铺子，里面竟然挂着很多精美的衣裳。哎，这里也有卖衣服的吗？这是法衣，水火不侵，防尘，还能抵挡筑基期3次攻击，已经是法宝了。这个好啊，咱们进去逛逛吧。不去了，你自己去逛吧，就此别过。为什么呀？温竹清没能留住人，殷芷哥已经消失了。前辈的脾气真是捉摸不定的，像雾像风又像雨啊。躲在暗处的殷芷哥一阵的无语，他纯粹就是不想跟一个老头子逛街，被熟人看到了都没法解释，太丢人了。突然又失笑，这姑娘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欢喜，枯燥的日子也变得不那么无聊。殷芷哥从铺子的后门进去，上了2楼，那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公子。哎呦，那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，喝茶吧。我朋友在下面买东西，你给照顾着点儿。什么朋友啊？能让你殷老兄都舍下脸来帮忙，肯定不是一般朋友。嘿，女的吧？别瞎说，就是个晚辈，照顾一下，你帮吧。哎，肯定帮啊！咱们看看他买什么吧，不是很贵重的东西啊，我送了。红衣男子一挥手，面前出现了一个水镜，楼下的画面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一个猥琐老头正在买东西。你什么时候换胃口了？找这么难看的朋友？殷芷哥不想说话，低头喝茶，全当没听见。温竹清看着满屋子的法衣，眼底满是贪婪，好想都给买下来，一张脸就看起来更加的丑陋猥琐了。客人想要什么衣服，咱们这儿都有的。小孩子的衣服有吗？4、5岁的、7、8岁的，男孩子、女孩子都要。咱们的衣服啊，可变换大小，需要灵气来支撑，3个月补充一次，客人只需要看款式就行了。哎，这个可以啊，挺人性的。温竹清给孩子们一人挑了一件，温桑桑也有，许千娇也给买一件吧。至于他自己，则看上了店铺里最精美的一套衣裙，是月白色的，很是出尘飘逸，像月华仙子一样。还有一套玄色的男人长衫，绣着金色的龙纹。温竹清想着萧青岩穿上那肯定好看。客人，我们的法衣价值不菲啊，你有这么多零食吗？温竹清哗啦一下撒出了一堆的东西来。你看看这些能换吗？哎呦，照妖镜、猎妖壶，这是7级妖兽的内丹，蛟龙的筋骨，哎呦，都是好东西啊！那个客人，您稍等，我去请示一下我们东家啊，您先选着，慢慢选啊。伙计收了东西跑上楼，一单大买卖呀！这客人什么来历啊？也太有钱了！哎呦，殷兄啊，看来不用我照顾了，人家可是阔绰的很。你这朋友什么来历？我说他只是个散修，你信吗？什么时候散修这么富有了？
殷芷哥也不说话了，他也好奇温竹清哪来这么多的好东西。温竹清前后2辈子缺的是命，可从来没缺过钱，财运是极好的，走路都能捡到钱，买彩票都能中大奖，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。想着心事的时候，楼上走下来一个红衣少年，温竹清一下子就看直了眼。红衣少年蹙眉，被他看的是哭笑不得。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开放吗？温竹清的易容也就瞒得过一般人，到了殷芷哥跟红衣少年这个程度，那就是小孩子的把戏了。你就是这家铺子的东家吗？是的，怎么称呼？温竹清。东家如何称呼？没想到这鬼街还有这么帅的东家呢，你我遇到可真是缘分呐。红衣少年有一些辣眼睛，能别用这张脸来撩人吗？孽缘吧。在下叶七湖，姑娘可是大主顾，在下亲自接待姑娘。温竹清神色一变，他竟然能看穿自己的易容，高人呐！叶公子好，你们这儿的法医有没有更厉害点的？要多厉害可以定制啊，只要顾客能付得起代价，就是蛟龙皮我都能给你弄来做衣裳。要上天能飞，下海能游，海陆空都能穿的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法医啊。这个嘛，也不是做不到，但是需要时间。姑娘确定要的话，我会让姑娘满意的。真的吗？可惜要等1年，明年才能穿啊。你想的太好了，这种法医需要走很多地方搜集原材料的，上天入海的10年8年都是快的。不过咱们修行中人寿命都很悠长，10年8年呀，弹指一挥间。那算了吧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那么久，当我没说。结账吧，我的东西够用吗？绰绰有余啊，法医不是多珍贵的东西，姑娘给的才是可遇不可求啊。比如这蛟龙筋，都能买下我这个店铺了，还有妖兽内丹，还是7级妖丹，更是价值连城啊。哼，我这不是怕你吃亏吗？第一次逛大意了，那你还给我吧。不着急的，我可以跟姑娘商量商量。你这些好东西要是没用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打造成有用的法宝，你只需要支付一定的报酬就行。哦，你是炼器师啊？算是吧，炼器只是爱好。那行，你看着安排，我怎么联系你？这个是传讯符纸，姑娘你也留一张给我，做好了东西我去找你。行嘞，一言为定。不过你不会媚下我的宝贝吧？虽然他长得好看，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骗子呢都挺好看的。姑娘这么说可就伤人心了，我七湖公子的名号还不值这些东西吗？那好，你要是贪摸我的东西，你七湖公子就改名叫夜湖公子吧。叶七湖的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下来。你这丫头好大的胆子，敢毁我名号！别生气啊，你不贪摸我的东西，我肯定不会乱喊的呀。叶七湖好半天才压下了怒意。你可以滚了。告辞。夜色更加的浓郁，天空突然升起了一盏盏的莲花灯，照亮了夜空，美不胜收。这是谁这么大手笔啊？买了1000盏莲花灯，谁这么有福气能得到这么多的祝福？是啊，真是羡慕，有人肯为我点上一盏莲花灯，我就高兴了。这莲花灯有什么说头吗？你头一次来鬼街吗？这莲花灯是地藏王菩萨放出来的，只能够用自身的功德来许愿，能够买下1000盏莲花灯，那肯定是祝福最重要的人，只是不知道这位祝福的是亲人还是爱人。确实让人羡慕啊。这祝福有用吗？当然有啊，菩萨的祝福能有假的吗？温竹清突然觉得手心发热，低头一看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他的寿命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长了，竟然成了长寿之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就连修为也差一点突破了金丹期，只差一点就结丹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灯光变暗，眼前一黑，再次睁开眼，鬼街已经消失了。温竹清站在一片山崖前，这就结束了。温竹清还想跟萧青岩会合，他直觉自己的寿命圆满，怕是跟萧青岩有关系。你赶紧去了易容符，那老头来了。啊？哦，哎呦，差点忘了。温竹清撕下了易容符，恢复了本来面目。冥鬼老头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一脸喜色。地藏王菩萨的超度要开始了，你做好准备，别让游魂野鬼抢先了，那些阴魂可就超度不了了。在哪儿呢？菩萨在哪儿呢？这个谁也不知道，该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。为了公平，菩萨是随机出现，但是能普度众生，总会看到的。温竹清环顾四周，很好奇菩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出现。很快的，他就看到了正西方突兀的出现了一尊菩萨法像，一串串金色的经文从他的嘴里面溢出，无数鬼魂争抢着这些个经文，只要抢到一个，洗清罪孽就可以投胎转世了。冥鬼老头取出了一个乾坤袋，二丫头最先飘出来。地藏王菩萨的超度开始了，快去抢经文。好的。二丫头带着阴魂们就冲了上去，他们朝夕相处，彼此是最亲近最信任的同伴，横冲直撞，那些个游魂野鬼根本就不是对手，抢走了最多的经文。温竹清帮不上忙，想了想，盘膝坐下，跟着一起念诵超度经文，尽一份力吧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超度了多少的鬼魂，菩萨的法相渐渐变得虚无，消失在了夜空里。不过菩萨虽然是消失了，游魂野鬼可没有消散，一双双贪婪的眸子盯着二丫头他们。如果吞噬了这些魂魄，对他们的好处是巨大的，就算是不能投胎，也有了自保之力。不过还没等他们出手呢，冥鬼老头就已经动手了。乾坤袋传来巨大的吸力，二丫头不想回去，竭力挣扎。死老头，你休想控制我，你找死吧你！你跟着我有什么不好？老夫不会亏待你的，乖一点儿，别让老夫动粗。温姐姐，救我！他只是个筑基期的修士，拿什么帮你啊？老头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不是送他们转世投胎的吗？转世投胎，这话你也信啊？地府的压力现在是最大的，就算你打开鬼门关，也容不下这么多的阴魂。你也是太天真了，竟会相信一个外人。也对啊，我怎么可能会信你呢？一伸手取出了一张破破烂烂的黑幡，掐诀念诵咒语，阴魂就被黑幡给吸进去了。不仅仅是这些个阴魂，还有很多的孤魂野鬼都被吸了进去，方圆百里的魂魄都被吸纳干净，一只也没剩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女的搁这儿扮猪吃老虎呢，她竟然可以吸纳无数鬼魂，比他们鬼修还厉害呢。你说的对，我怎么会相信一个外人呢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们很难投胎，毕竟一个村子的人命，不管他们该不该死，都沾染了血债，到了地府也难逃责罚。就算是超度了，减轻罪孽，却不是完全没有，投胎了也难有好命，甚至可能会投畜生胎。我也于心不忍啊，所以呢，我也想留下他们，阴魂也可以修炼啊，等功德圆满再投胎才是完美的。你这万魂幡从哪儿来的？这是张梦江的法宝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哼，你想知道啊？不告诉你，气死你！黑心的坏老头，你最大的错就是不敢小瞧我。你能跟武清丸合作，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死丫头，你就算是收下这些阴魂，不会用也是白搭。既然你找死，老夫就成全你。冥鬼老头刚动手，突然就觉得面前一变，置身于一个村子里。死丫头，还不回来做饭，愣着干嘛呢？一天天的就知道玩，早知道该把你也丢进石塔里，死了算了。
冥鬼老头惊恐地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5、6岁的小女孩，然后他就开始噩梦一般的生活了，挨打挨骂，忍饥挨饿，简直都不敢想，怎么会有人对小孩这么残忍？现实之中，温竹清看老头不动弹了，只是一脸的痛苦，就好像失心疯了一样。怎么了这是？姐姐，我把他拉进结界里了，他再也出不来了，留在里面日日夜夜经历我受过的折磨吧。你这么厉害啊？当然了，姐姐，你可别小看了我，招娣姐姐的结界我也会啊，以前用不出来，现在我吞噬了不少的鬼，我也很厉害了，可以帮姐姐杀坏人。那其他的孩子们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会帮我啊，我们在这里很舒服，很好玩。姐姐放心吧，有仇人你就喊我，送进来给我们玩。温竹清也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失落。二丫头把万魂幡练成了结界，可以困住人的神魂，生死只在她一念之间。好在二丫头对她是100%的信任，等于是多了一个强大的帮手。温家村的事儿到此就彻底的了结了。你们要回去还是去我家做客呢？得回去了，师傅不让在外面逗留啊。温姐姐，你的五雷符好厉害的，能不能送我2张呀？秀儿，多得无礼，五雷符这么珍贵，怎么能让温道友割爱呢？可以啊，我这儿别的东西不多，唯独是符纸多，都有份啊。还有什么符纸？我会的都能给你们画。温姐姐，太喜欢你了，真想让你做我亲姐姐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其实温姑娘比你小，哈，你别撒娇。师兄，你这要是娶不到媳妇儿的，我乐意喊姐姐，要你管。温竹清乐得不行，这姑娘可真有意思，五雷符、聚阴符、易容符、穿墙符等等等等五花八门的符纸都送给他们一些。吴月秀高高兴兴地跟着师兄走了，回山上与祖父显摆显摆。温姐姐会的符纸比他们宗门都多呢，让祖父也知道知道山外有人，他们茅山派已经落后了。哎呀，可真是漏风的小棉袄啊！谁让你跟来的？多危险啊！你这样不听话，我可是要罚你的。我错了，认打认罚，你没事吧？我就是有事你也帮不上忙啊。温竹清带着他一起回家，孩子们该担心了。边走边聊，看着速度不快，一步却足有300米，眨眼之间就飘出去10里地。萧青岩武功有长进了很多，竟然也跟得上温竹清的速度了。这次鬼劫，他们可谓是收获满满，解决了温家村的隐患。虽然没有去投胎，却夺回了二丫头，还多了一个真君的领域来帮忙。就算是武清鸾亲自来报复，温竹清也有一战之力。哎，温姑娘，请留步。他不在村子的时候，就让岳千帆守着村子。什么事啊？村子里出事了吗？不是，是岳家人找来了。哦，你家里人啊，好事儿啊。现在在家吗？你想怎么样？好，来的呀，是我庶出5弟，已经是秀才功名了，才华和能力都很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大概会是岳家的继承人。毕竟我死了嘛。你就说想让我做什么吧。我这次出门啊，是运送一批很贵重的货物，这批货物事关重大，我5弟过来也是为了这批货而来的。什么货？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给京师的大人物送的礼物，也是岳家在京师的保护伞。京师没有人啊，岳家的生意也做不了这么大。哦，官商勾结。哪个大人物啊？皇上的亲弟弟，李亲王。李亲王啊？那批货你弟弟势在必得，对吧？岳家已成了身家，怎么可能放弃呢？也是啊。你希望我怎么做？保护我的妻儿，不让他们回岳家，尤其是阿丽，他呀是岳家嫡孙，是最有力的下一代继承人。我怕5弟会害了我儿子，为他将来扫除障碍。我会回你这位弟弟，
不会让他把人带走的，放心吧。不好办，毕竟那是岳家的人，你和阿丽非亲非故，你没有资格留下人。还有崔氏，他也会一块带走。啊？崔氏都不能自己做主吗？不能，出嫁从夫，夫君死了还有夫家呢。崔氏现在是岳家人，就算是崔家来人，岳家不答应，也不能把他带走。那怎么办啊？突然盯着岳千帆的脸，一个很是荒谬的念头浮现出来。或许岳千帆可以自己守护妻儿啊，就像是前世的吸血鬼，不也是游走于世间吗？只要他们自己不暴露，或者是遇到强大的猎魔人，那谁能知道他们是吸血鬼啊？两人脚步加快，5时之前就回到了村子里。站住！你是谁？报上名来，我等通报了少爷，你才能够进来。温竹清眉毛一挑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薅着丫鬟的衣领子就给丢到了门外去了。开玩笑，他回自个儿的家还要通传呢。什么狗屁五少爷，到了自己地盘上还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打我们岳家的人！温竹清一抬手，把人吸到了手心里，直接就给摁在了地上，跟着一顿的踩，一阵的骨头咔嚓声，不知道给踩碎了多少骨头。谁敢上前，温竹清就一样的操作。不过1刻钟，所有的护卫跟嬷嬷都被他给打了一遍，叠罗汉一样的丢到了一旁。住手！放肆！温竹清一抬手就掐住他的脖子。你说谁放肆呢？你搞清楚这是谁的地盘，谁给你的勇气在我家里大呼小叫的？你这是交战鹊巢，真以为自己是主人了吗？现在给你一个重新说话的机会。温竹清眼底的冷意让岳千梦从心底冒着凉气。乡野村子竟然还有这等的隐士高人，还是个年轻女子，气焰一下子就给散了。姑娘，都是误会，在下没有冒犯之意，有话好好说。问问你的狗，谁才是放肆？学会怎么做人再来跟我说话。温竹清一挥手，丢下一群手下败将，迈步进门。姑娘回来了呀！我要是再不回来，这个家是不是改姓了？养你们做什么的？还没死呢，就让外人登堂入室。奴才知错，可是他们人多，奴才没有拦住啊。哼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多谢姑娘大度，老奴一定改，豁出去命也要拦住陌生人。温竹清摆了摆手，并没有真的教训他，不过该有的职责得让他们知道，没能力是一方面，不作为那可是原则问题。温姑娘是我家的人，你不用说，我都知道了，回屋说吧。崔氏的心里有了底气，温竹清回来了，他就不怕了。蔡大娘也很生气。哎呀，这群人跟强盗似的，进门就占了咱们家，还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呢，我都想放狗把他们咬出去了。姑娘做得对，就该狠狠教训他们，他们回自己家抖威风去吧，别来咱们家装大头蒜。大娘说的对，一群小人，真正的大家族是懂礼数、尊重人的，而不是像他们这样目中无人。大娘要是不解气，接了水泼他们，在咱们自己家还能受气了？哎呀，算了吧，姑娘教训的够狠了，我也不去费那个劲儿了，给姑娘做饭才是正事儿呢。对啊，不说我都忘了，我饿死了。你吃打卤面吧，鸡蛋酱卤子。嘿嘿，早起吃了烤鸭子。阿娘，你吃烤鸭子竟然不带着你仨儿子，你是不是忘了家里孩子们还盼着你回来呢？你还有心情吃烤鸭子？烤鸭子是不是很好吃？什么味儿的？这个吃货是怪他吃独食呢。哼，你呀，就是惦记着吃呢。待会儿给你们烤啊，哪能少了你们的吃食啊？还这么馋。好哎，阿娘可记着，咱中午吃烤鸭喽。梁淑仪上下看看他，并没有缺少零件，全虚全尾的回来了，暗暗的松了一口气。
没事就好。那群讨厌的人，母亲教训他们了。都给丢出去了。他们有没有欺负你们？那倒没有，除了傲慢一点，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商户而已，欺软怕硬，也就在咱们面前摆摆谱，展现他们那点可怜的自尊罢了。梁树一把他们看的是透透的，就没把他们当个人物。他可是当朝大公主呢，承诺了孩子们吃烤鸭。温竹清去村子里抓鸭子，这么多孩子呢，足足抓了10只肥鸭子，还砍了一些果木，用果木烤鸭才正宗呢。蔡大娘和面做荷叶饼，整个温家都因为她的归来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温家热热闹闹的吃着美食，岳千梦几次想要冲进去找回场子，看着护卫们伤胳膊断腿的，最终也没有冲动。五公子，您去做来这样的小地方就已经够委屈了，竟然还被人丢到门外，这家人也太不把我们岳家放在眼里了。就是，还有大少奶奶竟然也不管管那个野蛮的女人，她是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，还是说她跟这家的主人有一腿，诚心给咱们家抹黑了吗？躲在暗处观察的岳千帆都气死了，捡起地上的牛粪丢出去，正中丫鬟的嘴巴。让你嘴臭，竟然敢欺负我们家夫人，找死呢！什么东西啊，好恶心啊，救命啊，恶心死了！岳千梦马上就警惕起来，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生怕被人也给丢上一脸的牛粪，那可真是丢脸丢大了。环顾四周，也没见到有人的影子，岳千梦就更加的忌惮了。人家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呢，一言一行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中，这也太可怕了。这下子众人是彻底的老实了，等着温竹清气消了来见他们。温竹清一家子吃饱喝足，孩子们去午休，崔氏才与他说起了岳家的事情。姑娘，对不住，我们又连累你了。没事，不是你的错。有人跟我说过了，咱们过会儿去会会这位傲慢的五公子吧。大门终于打开了，岳千梦都有一些昏昏欲睡。说吧，你们来做什么呢？接我大嫂和侄儿回家呢，还有找我大哥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这是我岳家的家务事。多谢姑娘照顾我大嫂和侄儿，我岳家会感谢姑娘。这才像是人话。懂点事儿，你大嫂沿街乞讨，才没有被饿死。你侄儿高烧不退，人都不行了，要是没有我，早早就夭折。我救他们，并非是因为岳家，而是一个人的善良和良知。既然你们要感谢，岳家也是大富商，先给10万两银子吧。10万两银子？真是商户贱籍，丫鬟都不懂礼数。我跟你家公子说话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岳五公子，你一个庶出的，自己学不好规矩，连带着下人都更没规矩了。出门在外的，别丢了岳家的脸啊！你这女子好毒辣的口舌！哼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这就受不了了吗？英雄不问出处，我已经考中秀才功名，见到官员都能免贵了。庶出不是我的污点，而是我自强不息的动力。哎呦，好感动啊！然后呢？岳仙梦有着读书人的木讷，还不够精明，被温竹清一套乱拳打得都乱了分寸。马车旁的一个老头叹息一声，上前行礼。见过大少奶奶，温姑娘，在下是岳府的管家，五少爷多有得罪，替他给2位赔罪了。老管家，你竟然也来了，看来家里真的很心疼五弟呢。老管家是岳家家主的亲信，也是给岳千梦保驾护航的。有个懂事的就行了。这10万两银子救你岳家2个主子的命，多不多？不多，大恩不言谢。岳家欠姑娘一个人情，五公子
取银票来。好吧。岳千梦亲自去取了银子。温姑娘，见笑了。五公子还年轻，做事儿缺少果断，慢慢会好的。岳家主还没死呢，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家主来还有时间。不过也快了，我看岳五公子的面相，父母可不是长寿之相啊。姑娘竟然能看出来，老夫佩服，可有破解之法？人的命数是天定，有道是阎王让你3经死，不敢留你到5经，这个谁也没办法。那么姑娘能看出来我们家主还有多少寿命吗？这个得当面看，从子孙面相上看不透的。可惜了，路程太远，家主没这个福气，请姑娘过去看看了。倒也不是不可以，路远不算什么，我们修行中人日行千里也不算什么难事儿。姑娘能去岳家吗？温竹清犹豫，是可以去，可是要看岳家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而且岳千帆想要坐上家主的位置，还得这位老家主的支持。银钱好说，姑娘开个价，只要岳家有的都能给姑娘。先不忙决定，我也得准备准备，和家人商量一下。银子我收下了，救了你家少奶奶和小主子的命，2清了。不过他们愿不愿意跟你走，就不是我做主了。毕竟他们是主子，你们是奴才而已。大少奶奶，老爷很关心您的。小公子流落在外，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老奴也心疼啊。最苦的时候都过去了，现在的日子真不算是吃苦。老管家，你能亲自来一趟，我很感激。可是我们暂时不想回去，请你跟父亲说一说，等孩子长大些，时机成熟，我会带着孩子回去的。什么是时机成熟？自然是月离长大了，能够自保，能够夺回属于他的一切，月离才会回去。少奶奶，您就不想让大公子回家的吗？他客死他乡，总不能尸首都回不了家的吧？这话可算是戳到崔氏的痛处了。夫君的骨灰是该送回家，也能够入土为安了。这谁跟你们说你们大公子死了的？温竹清话音一落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尤其是岳千梦，那嘴巴张的都能塞进一个鸡蛋去。崔氏更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，以为自个儿听错了呢。温竹清很是满意自己造成的震撼。温姑娘，温大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，关系到我们岳氏一族的安危。字面上的意思啊，岳千帆没有死呢。现在你们听懂了吗？不可能，他要是还活着，有自个儿什么事儿啊？那他这段时间的上蹿下跳，岂不是就跟小丑一样？你自己蠢，别把我跟你想的一样。上一个质疑我算命能力的人，现在见我面都跪下行大礼，给我磕头赔罪，生怕我报复他们。唉，其实犯不上。信我者虽不能得永生，可是肯定不会吃亏的。不信我的，我也不强求，但是他们迟早会后悔的。温姑娘，这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她亲眼看到丈夫被烧了，尸首都化成了灰，她肯定会相信温竹清的。随后跟你解释啊，这事很复杂的。你只要知道，你丈夫他是最爱你和孩子的，他为你们做了很多，比你想的更多。那就好，我相信姑娘。
那我家大公子现在人在何处？我不知道你们岳家为何内斗，但是岳千帆遇险，他的夫人和孩子又被人背叛，九死一生。这种情况，你们家主不解决，岳千帆是不会露面的。温姑娘，树大分枝，想坐稳家主的位置，没有能力是不行的。家主不可能一辈子护着下一代，还得要自己聪慧坚强。温竹清明白，养蛊呢，最强的一个才能够活下来。自古以来，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内斗，只是他并不赞同有能力跟外面的人斗去，自己的人斗算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我没资格干涉。我只管我家里的事，我家里的人。岳大少奶奶和孩子现在是我家里人，谁敢来骚扰他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温竹清杀人可是神魂俱灭，来生都别想有了。我知道你们这种累世大族都有自己的死事，不怕死，可是有些事情比死更加可怕。掂量掂量再来惹我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不招待你们了，慢走不送。